你敢相信吗？一个没有牛津、没有哈佛，也没有几百年大学传统的国家，今天却同时拥有2所全球前15大学。更关键的是，它还在继续往上走。国大全球第8，南大全球第15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一年上升200多位，新加坡管理大学也重新站上全球舞台。这已经不是1、2所名校表现亮眼的问题了，这更像是一个小国正在把整套大学系统升级成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。新加坡在持续把全球最优秀的学生、教授、科学家和企业吸进来，未来国家之间比拼的可能不再是谁工厂更多、土地更大、人口更多，真正决定上限的是谁能建立最强的人才系统。而新加坡正在把大学变成这套系统里最锋利的那部分。对新加坡来说，人才不是锦上添花，人才是生存条件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新加坡做教育从来不是只盯着学校本身，它是在搭一条完整链条，基础教育打底，大学筛选和提升，科研体系承接高端人才，产业把研究转成生产力，再通过开放政策把全球人才继续吸进来。这样一来，大学的角色就完全变了，它不是单纯发文凭的地方，而是国家竞争力的生产线。今天的国大、南大、新科大、新大承担的也不是同一种任务，有的偏综合研究，有的偏工程科技，有的偏设计创新，有的偏商科与管理，它们合在一起，构成的是一个分工明确的人才系统。这个角度非常重要，因为当一个国家把大学当成基础设施来建设时，大学的上限就不会只是教育本身。新加坡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如果大学只围着本地转，规模会很快见顶。所以新加坡选的是另一条路，直接把大学放进全球竞争，比如学术声誉、雇主声誉、国际教师比例、国际学生比例、国际研究网络，这些都是 QS 非常看重的维度。而这些维度本来就是新加坡大学长期投入的方向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为了排名去补动作，它是先按全球化逻辑建大学，最后排名自然被推上去。新加坡大学吸引来的不只是学生，它吸引的是整套资源。顶尖教授会带来课题，课题会带来经费，经费会带来实验平台，平台会吸引企业合作，企业合作又会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，最后形成一个很强的正循环。所以新加坡大学越来越强，不是因为某一年突然冲刺成功，而是因为它从制度设计上就把自己放在全球人才流动的主航道上。那如果说国大和南大的强还在很多人预期之内，那么接下来这个变化才更值得警惕，因为它说明新加坡赢的已经不是2所头部大学，而是一整个生态。大学竞争的规则正在变。过去大家看大学，先看历史，看规模，看诺奖，看校友圈，这些当然重要，但在 AI 时代，越来越多学校开始被重新估值。企业现在更在意什么样的人才能直接解决复杂问题，能不能跨学科，能不能把技术、设计、商业放到同一个框架里，能不能更快把研究转成产品和应用。新科大从建校开始走的就是这条路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学科边界非常重的大学，它把设计、工程、科技、创新放在一起，课程结构和项目训练都更贴近未来产业的真实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说明新加坡不再只依赖国大和南大2根支柱，它正在形成梯度更完整、功能更清晰的大学生态，有综合型，有科技型，有设计创新型，也有商科和管理型。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一旦形成生态，而不是孤岛，它的韧性和上升空间就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这套生态最厉害的地方，它不是停留在校园里，而是直接接近产业。新加坡不是等产业成熟了再让大学去配合，也不是大学先做研究，等企业来接，它更像是从一开始就把大学放进国家产业升级的发动机里。你看新加坡这些年重点压住的方向，半导体、生物医药、金融科技、绿色经济、人工智能、先进制造，
几乎每一个领域背后都能看到大学系统的参与。企业需要工程师，大学提前培养；企业需要实验平台，大学提供研究能力；企业需要创新项目，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起做联合研发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循环。产业给大学真实问题，大学给产业人才和技术，双方一起往前推。一个大学体系如果和产业脱节，学生再努力，也常常会面临学得很好但用不上。新加坡的优势就在这里，它让教育、科研和就业尽量发生在同一个生态里。所以今天越来越多跨国企业愿意把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放在新加坡，不只是因为政策友好，也不只是因为法治稳定，更因为这里有持续、稳定、可预期的人才供给。大学排名上升，表面看是教育新闻，底层其实是产业新闻。而当 AI 时代真正到来，这套模式的价值会被进一步放大。很多人以为新加坡现在的目标是拥有世界顶级大学，其实这个目标它已经基本做到了。更大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重要的人才枢纽。这个变化非常关键。过去几十年，亚洲最优秀的学生，很多家庭第一反应还是去美国、英国或者欧洲老牌名校。但这几年，全球环境已经变了，留学成本在上升，签证政策更不确定，地缘风险也让很多家庭开始重新计算教育路径。这个时候，新加坡的位置就变得非常特别。它是英语环境，但文化距离亚洲家庭更近，它足够国际化，同时又相对安全稳定。它有全球企业，也有明确的就业场景。对很多家长来说，这不是简单的留学替代，而是一条更高确定性的教育路径。新加坡希望未来亚洲最优秀的人才，不一定非要先去西方，完全可以先在新加坡完成训练，连接全球，再走向世界。这个目标一旦实现，新加坡大学的意义就不只是培养毕业生，而是成为整个亚洲人才流动的核心节点。新加坡想做的是通过大学连接世界，因为资源会消耗，技术会更新，产业会迁移，但人才会持续创造新的价值。所以你再看这些数字，国大全球第8，南大全球第15，新科大大幅上升，新大重新回到全球视野。他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，一个没有资源优势的小国，正在把大学变成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发动机。未来亚洲真正激烈的竞争，可能不是资本竞争，不是土地竞争，甚至不只是科技竞争，更深层的是人才竞争。谁能吸引、培养、留住最优秀的人，谁就更有可能掌握下一轮增长的主动权。而新加坡已经在提前布局这个未来。那我也想把问题留给你，未来10年，亚洲最强的大学体系会出现在哪里？新加坡能不能真正成为亚洲的人才中心？如果你是家长，你会更倾向欧美还是新加坡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新加坡教育趋势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